嗨，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呀！从这一期开始呢，我们要制作的就是这个游戏里边的各种可交互物啊，包括机关和玩家可以收集的道具。OK，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实现吧。大家好，我是老李，欢迎来到老李游戏学院。在正式开始视频之前，依然是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知识星球。那么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或者是 APP 上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就可以加入进来，成为老李的铁杆粉丝。这里也要特别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老李的支持啊，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转发、投币和关注啊，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教程。今天我们想做的就是实现一个玩家可以收集的道具。当然了，在这种平台跳跃游戏里面，玩家可以收集的道具应该有很多了。我们这里只实现一种啊，这种就叫做水果吧，实现一个玩家触碰就可以收集的水果道具。OK， 回到我们 Entity 这个位置，新建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叫做水果，一个2D 的场景啊，在它下面我们依然是给它一个精灵节点。这个精灵节点我们看一下啊，在 item 里面啊，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水果，每一个水果它实际上都有一组动作。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添加这个动作啊，为每一个水果编辑这个动作啊，这个也是可以的。使用精灵节点加我们 animation player 节点的方式啊，回到这个位置，找到普通的精灵节点之后呢，再添加一个 animation player 啊，那么给这个精灵呢，可以加一个 apple。在 animation 这个位置添加行列设置就可以了。那么它当前是544乘32，因此呢，在这个水平方向上，我们可以是544除以32，这样呢就回到了单独的一张胶片的这个状态。那么它有17个不同的胶片，那么也就是需要17帧，因此呢，我们可以给这个动画里面添加一个动画。这个动画呢，我们就给它命名就叫做 idle 动画吧。新建一个 idle 动画，这个 idle 动画里边啊，我们需要17帧，也就是说，首先啊，它的横坐标、纵坐标上的一个划分，以及我们一帧一帧的来添加它啊，它需要17帧，以及每一帧代表0.1秒，这样我们一帧一帧来添加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这个地方啊，我们搞错了，应该是1.7秒钟啊，17秒有点太夸张了，让它循环播放。播放是一个这种很 Q 弹的效果，是吧？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自动播放。当它被我们玩家收集的时候，当它和玩家的角色发生交互的时候，我们需要呢让它有一个交互的反馈效果。是在水果的这个文件夹下，我们看一下，在 item 下面水果有一个收集，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收集的精灵。添加一个新的精灵，这个精灵就叫做收集啊，甚至因为它不需要变化，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做，加一个 animate 精灵节点，那给这个精灵里面添加一个新的元素，制作，把它拖过来啊，选择本里边的水果 item 里面水果收集之后呢，1、2、3、4、5、6个水平方向6个，垂直方向1个，这样啊全选所有的添加，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它本身不需要循环播放，默认的可以把它隐藏起来，只有当我这个水果被玩家收集的时候才会播放这个动画。也就是说，我们当这个水果被收集的时候，我们要做2件事情，一个是把上面的这个水果的精灵隐藏起来，把这个收集的精灵打开，打开的同时呢，让它播放这样一个收集的效果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的实现它。要想让这个东西可以被玩家收集，那么我们需要给它添加一个 array 2D 节点。这个 array 2D 节点呢，代表的是它和玩家产生交互的范围。那么这个节点啊，依然是需要提供一个 collision， 我们加一个简单的 collision 形状。一般来讲，这种可以提高玩家游戏体验的东西，它的可交互范围会比我们实际肉眼看到的要大。如果是一个会对玩家造成伤害，或者是类似的这种负反馈效果的话，那么这个效果会比肉眼看见的要小，以此来达到一个更顺滑的游戏体验。所以我们这里添加好所有这个场景所需要的节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它添加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里边我们要实现的就是，当它和玩家产生碰撞的时候，给它全都删掉。当有任何一个 body 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水果的精灵呢，让它隐藏起来；收集特效的精灵让它显示出来。与此同时呢，让这个显示收集特效的精灵播放动画，带到这个动画播放完成，叫做 animation finished， 调用我们主角身上的一个收集方法。那么在调用这个主角的收集方法之前，我们要判断主角是否还存在。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播放一个收集的特效需要几帧的时间，那么有可能玩家控制的角色在这几帧的时间内已经被干掉了。因此呢，在这个位置，如果玩家他存在，并且他是一个有效的对象，那么我们调用这个 body 身上的 collation 方法收集方法之后呢，把我自身干掉，这样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希望做扩展的一个设计。当然了，我们可以有多种水果，由开发者自己在场景里面摆放，不同的水果代表不同的分数，甚至是不同的游戏效果。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使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这个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水果纹理拖过来，代表我当前的水果纹理。把这些精灵我们给它整理一下。这里面收集的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在 ready 方法里边去给当前纹理赋值，给它的纹理赋值。赋值的方式就是通过获取当前这个纹理集里面的随机元素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可以在场景里面添加这个元素，但是添加这个元素之前，别忘了我们需要给主角添加一个收集方法，收集道具我们可以把这个收集道具的里边添加上类似于得分或者是获取某种效果。但这里呢，我们就什么也不让它写了，或者说我们为了看效果，可以让它有一句打印玩家收集了道具就可以了。我们在场景里面添加上一些水果，这里我们只拿第一个关卡举例，我们可以添加这个水果，因为水果添加的要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给所有的水果添加一个复节点，这样呢，在场景树里面看起来会更简单一点。一个、两个，以此来复制，整体的去调整一下它的位置，比如放在这个位置看起来还可以。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尝试去收集这些水果了。好，点击运行，点击新游戏进来，可以收集了3个水果。但是其他的这几个水果想要收集的话，就有一点费劲了，是不是？这里呢，如果我想收集更多的水果，我是不是需要一个平台呀？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制作的游戏里面的机关。好的，我是老李，我是一个游戏人除了游戏我也不会别的。这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们下期再见，拜拜。